出大事了，重庆政府破产了，中国经济彻底崩了，重庆信托暴雷，上百名老百姓围攻中国国家金融监管总局。这里是护心木 TV， 我是小星，请支持我的朋友帮我点赞，并按下热推按钮。下面我们来看看详细报道。2025年4月26日，重庆街头，刺骨的春寒挡不住数百名投资人的怒火。他们聚集在中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重庆监管局门前，高喊“还钱，见领导”。标牌上写着“重庆信托暴雷，政府失信，血汗钱泡汤，天理何在”。这些投资人有一个共同的身份：重庆信托国债产品的受害者。他们中有人抵押房产投资，有人掏空养老积蓄，本以为国债稳赚不赔，如今却连本金都拿不回来。这不是个案，而是中国金融系统崩塌的又一记警钟。近年来，外贸半死不活，房地产彻底崩盘，金融行业被拖入泥潭。从河南村镇银行存款取不出，到地方银行接连暴雷，再到如今的国债暴雷，公众的信任被一次次碾碎。投资人愤怒地质问：连国债都不安全，中国经济到底怎么了？更可怕的是，这场危机背后暴露的不仅是金融乱象，而是中国体制的深层毒瘤。一个由腐败、维稳和权力垄断堆砌的虚假繁荣，正在轰然倒塌。4月26日清晨，重庆渝中区的国家金融监管总局重庆监管局门前，人群越聚越多，数百名投资人举着自制标牌，情绪激动，有人泣不成声，有人怒骂连连。他们的诉求只有一个：重庆信托必须兑付国债本息，还他们血汗钱。据投资人反映，重庆信托近年来以国家信用为噱头，推销所谓高收益国债产品，宣称保本保息，稳如泰山。许多人被国债二字迷惑，误以为这是政府直接发行的安全投资。60岁的退休教师老李就是其中之一。他把50万元退休金全投进去，打算用利息补贴孙子的学费。他们说这是国债，国家的钱还能有假？老李哽咽着说，如今信托账户被冻结，兑付遥遥无期，他的养老梦彻底破碎。另一位受害者小王，30岁，是一名普通白领。他把10万元积蓄投进去，本想为买房攒首付。我问了销售，他们拍胸脯保证没事。现在钱没了，电话没人接，营业厅都关门了。小王红着眼说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有消息称重庆信托销售的国债可能是假的，根本没有国家背书。一位匿名投资人透露，这些产品就是高风险理财，甚至可能是庞氏骗局。钱早就被转移了，可能流到某些人的海外账户。当天，抗议人群试图进入监管局大楼，要求见领导，却被大批警察拦住。现场视频显示，有人被强行拖走，有人被按倒在地，标牌散落一地。愤怒的呼喊声响彻街头：政府不管我们，我们找谁去？天理何在？这场风波迅速在网络发酵，尽管官方媒体保持沉默，社交平台上关于重庆信托暴雷的讨论却如野火燎原。网友纷纷质疑：国债都能暴雷，中国还有什么值得相信？重庆信托暴雷不是孤立事件，而是中国金融系统接连崩塌的最新一环。近年来，金融领域的坏消息从未停歇。2022年河南村镇银行事件，数千储户存款取不出，维权者被暴力清场，甚至被附红码隔离。地方银行危机，包商银行、恒丰银行等中小金融机构接连暴雷，涉及数百亿资金。理财产品违约 ，P2P 平台倒闭，银行理财产品兑付困难，投资人血本无归。如今，连国债这样被视为最安全的投资工具也成了骗局，公众的信任彻底崩塌。一位网友写道：“银行存款不安全，理财产品暴雷，现在连国债都不靠谱，我们还能信什么？”重庆信托暴雷的背后隐藏着更深层次的问题。首先，监管形同虚设。重庆信托多年公开销售假国债，为何无人过问？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原银保监会为何未能及时发现？
是失职还是利益勾结？其次，资金去向成谜。投资人反映，信托账户资金早已被挪用，可能涉及复杂的离岸账户或地下钱庄。这些钱究竟流向了哪里？是进了高管的腰包，还是被用来填补其他金融黑洞？最令人寒心的是，政府信用透支。国债作为国家信用的象征，其暴雷直接动摇了公众对体制的信任。过去人们相信国家兜底，如今却发现连国债二字都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。一位经济学者匿名表示，信托暴雷是金融系统风险的缩影。外贸萎缩，房地产崩盘，地方债务高企，政府为了维稳，不断用新债还旧债。现在窟窿越来越大，连信托市场都撑不住了。在中国，信托本应是受托人管理资产的金融工具，但在有毒的制度土壤下，它早已变异成类银行、类债权、类理财的怪胎。中国的信托行业被体制当作影子银行，主要服务于地方政府和国企的融资需求。重庆信托的国债产品表面上是投资工具，实际上可能是为地方债务或房地产项目输血的高风险理财。一旦项目失败，风险全转嫁给投资人。一位金融从业者透露，信托公司被要求配合政府融资，资金往往流向高风险项目。投资人以为买的是国债，其实是替体制背锅。与其他法治国家不同，中国的金融监管形同虚设。在台湾，信托受信托法严格约束，受托人擅自挪用资产或误导客户，将面临巨额赔偿甚至牢狱之灾。而在大陆，监管部门往往与信托公司沆瀣一气。重庆信托暴雷后，投资人向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投诉，却被踢皮球，得到的回复永远是正在调查。最令人绝望的是，投资人维权无门。重庆信托暴雷后，投资人试图通过法律途径讨公道，却发现证据被销毁，诉讼被驳回。4月26日的抗议活动中，维权者被警察驱散，有人被带走喝茶。社交媒体上的求助帖被迅速删除。一位投资人愤怒地说：“我们不是受害者吗？为什么先被维稳的是我们？”相比之下，台湾的金融体系有严格的法治保障。2023年，台湾一家信托公司因误导客户被罚款5000万新台币，负责人被判刑2年。这种高昂的违规成本有效遏制了金融乱象。而在中国，违规成本几乎为零，信托公司高管甚至可能早已转移资产，移民海外，留下烂账给百姓。重庆信托暴雷只是表象，真正的病灶在于中国金融系统的运行逻辑。一个由权力垄断、缺乏监督的体制，注定无法孕育健康的金融生态。近年来，金融领域的高管腐败丑闻层出不穷。从银行到信托，高管通过离岸账户转移资产，将家属移民海外，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。重庆信托暴雷后，投资人怀疑资金被内部人掏空。一位知情者透露，这些所谓国债产品很可能是高管和地方权贵的圈钱工具，钱早就被转移到海外了。这种掏空式腐败早已司空见惯。房地产泡沫时期，信托资金被大量输送到关系户的楼盘项目；地方债务激增时，信托被用来支持僵尸国企。如今，连国债市场也成了新的掠夺场。在一个正常的金融体系中，监管机构应是投资人的保护伞。然而，在中国，监管部门往往与金融机构同流合污。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多年来对信托乱象视而不见，甚至可能参与利益分成。重庆信托暴雷后，监管部门的回应依然是维稳优先，而不是追责。最根本的问题在于，中国的金融系统不是为公众服务的，而是为权力服务的。银行、信托、地方政府都是体制的工具，用来控制经济、转移财富、维系稳定。当外贸萎缩、房地产崩盘、地方债务压顶，体制为了自保，开始动用金融系统输血。百姓的存款被用来填补财政黑洞，信托的资金被用来支持高风险项目。
一切看似合法合规，实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掠夺。普通投资人总是最后一个知道真相的人，他们信任国家信用，却不知道自己的钱早已被挪用。他们走上街头，却连表达愤怒的权利都没有。4月26日，重庆监管局门前的抗议者被驱散后，有人绝望地喊道：“我们连哭都没地方哭了。”重庆信托暴雷只是中国经济危机的缩影。放眼全国，危机早已四处蔓延。外贸半死不活，全球需求疲软，贸易战加剧，中国出口额持续下滑。2024年外贸增长率创10年新低。房地产彻底崩盘，恒大、碧桂园等房企违约，楼市低迷拖累银行和地方政府。2024年全国房价平均下跌20%。地方债务危机，多地政府债务高企，甚至靠卖地都无法还债。2023年地方债务总额超90万亿元。中小企业倒闭潮，经济下行叠加融资难，无数小企业破产，失业率攀升至8%以上。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，形成了系统性风险。而信托暴雷则是这一风险的最新表现。一位投资人痛心地说：“我们以为国债是最安全的，现在连国债都不靠谱了。中国经济是不是彻底崩了？”答案或许比想象中更残酷。过去几十年的高速增长，依赖的是房地产、基建和出口。如今，房地产泡沫破裂，出口受阻，基建投资回报递减，经济引擎几乎熄火。更可怕的是，体制拒绝透明，权力高度集中，任何问题都被维稳掩盖，普通人根本没有渠道了解真相。站在2025年的节点上，中国经济仿佛站在悬崖边。重庆信托暴雷只是开始，如果体制不改，未来可能还有更大的灾难。金融系统连锁反应，信托市场失信可能引发储户挤兑，银行体系岌岌可危。社会信任瓦解，当连国家信用都不可靠时，百姓将彻底失去对体制的信任。民怨沸腾，维权被镇压，诉求无门，社会矛盾可能一触即发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体制似乎没有自我纠错的能力。在一个没有自由媒体、没有独立司法、没有民意监督的社会中，金融问题只能被掩盖，无法被解决。4月26日，重庆监管局门前的抗议者被驱散后，有人默默流泪，有人瘫坐在路边。一位老人低声说：“我这辈子没做过坏事，为什么连养老钱都保不住？国家到底在哪？”这个问题或许是每个中国人都该问的。重庆信托暴雷不是终点，而是中国经济危机的又一个起点。从银行到理财，再到如今的信托，金融系统的每一次暴雷都在提醒人们，这个体制的根基已经腐烂。普通人总是最无辜的牺牲品，他们相信国家兜底，却不知道国家早已被少数人绑架。他们走上街头，却连喊冤的权利都没有。他们失去的不仅是钱，更是希望。如果体制继续拒绝透明，继续镇压民意，继续纵容腐败，那么下一个暴雷的可能不是信托，而是整个经济体系。重庆街头的怒吼还在回响，但真相却被层层掩盖。我们能做的只有擦亮眼睛，守护自己的血汗钱，因为在这个时代，唯一能依靠的或许只有自己。